接下来我们赶快关心到是川普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关税，是否让美国人受害？这一次再次的剑指中国大陆，有许多的针对关税的项目，等一下我们会来做细节的关注，最高课征到了100%。另外，台湾再次的被扒了2层皮，台积电现在沦为交易的筹码。等一下我们也会就台湾问题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解析。赶快来看到川普在29日这一天正式的又再次的高调宣布了，他要实施新一轮的全面高额关税，这一次针对的品项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涵盖了电影、涵盖了家具，还有药品，这是美国都最需要来自于进口的商品哦，还包括了美国自己的重型卡车等等的行业。他说，为的就是要保护美国产业，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哪吒2哦，这个电影在全球开出高票房149亿人民币之后，川普这一次确实又再度的把他的炮火对准了电影业。赶快来看到这些针对于其他国家课征的高关税，我们从关税税率最高的品项来往上看。首先就是针对了药品，现在川普说要课征100%的一个关税。另外就是境外的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的电影，如果输出，他说呢，我也会对你课征100%的关税。重型卡车25%，家具啊，美国很需要的家具，接下来也会课征到25%左右。他说要来重振美国自己的商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药品原料一半都是靠进口，家具业早就已经外移在海外来做生产，再进入到美国。重型的卡车更是仰赖长期都是这些全球的供应链。这一次川普的全球的全面关税战，真的能够让他再次伟大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川普老金话，我现在讲到川普把很多东西。因为他的狂妄自信，东西想得太简单。其实啊，我很想有很深的感触，也很想讲一件事，就是请问一下，中国现在文创做怎么样？非常高，所以他们想学啊，想学呢又怕，所以又要围堵。请问一下，中国之前是怎么学来的？学台湾。台湾在1987年12月呢开放，随着老兵探亲之后呢，从巴比伦定了这个对台商的细节之后，一路走来，台湾很多文创过去了。10几年来，在大陆的歌10首有11首是台湾歌，全部都台湾歌。电影或者剧目、小说全部看琼瑶小说，大陆人喜欢的不得了。中国不但文艺度还开放，结果鼓励了他们，激励了他们自己起来。在21世纪之后，从湖南超市、卫视学你们这些学影剧应该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歌超过1半以上，我们在听他的什么小米、什么大神等等。我们不是在说他们多强？我讲这个国家的这个 V 群一定要有啊。韩国在1997年已经设为国耻日那个圣诞节，结果他们只搞文创。Sorry， 然后呢 ，Gangnam Style， 然后用英文唱歌，甚至超过了日本、韩的卡哇伊的女童、男童，你知道？当然有时候穿得很辣。我想这是一个文创很重要。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用滚治水围堵。你不能来，我课100关税；你不能来，我自己做。你怎么做？好，我在讲卡车就你不能来，我就自己做出来了。你用谁来做？底抽以这个地方都变成鬼城了。当时那个黑人制造那个福特汽车，动不动的螺丝少一根，动不动的为什么美国汽车不管通用汽车、Chrysler 以及福特3大厂全部瓦解，被 Toyota、Honda 打进去，就是美国的工人素质差，制造业太软弱。你说你自己做，你课人家100，好啊。现在有个重点，我们叫做弹性，这个物品的价格弹性。今天物品价格弹性如果高和低差很多，我先讲一下关税，你用关税打嘛。如果这个东西美国人的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的话，价格再变他还是需要，我告诉你，他只有自己买单。你科高的是他们自己输入性通膨，人民痛苦。或者我跟你讲，价格弹性如果是供给价格弹性高，你一贵，那个生产者他获利不够，他不卖你，我跟你讲，你缺货。我跟你讲，你打关税啊，你真的他不懂经济学理，没有错，短期会赢，尤其他是霸主，可是中长期他已经大输。还有一个重点哈，你今天制造业真的让你回流，真的，但是这已经是 mission impossible， 真的回流了。请问一下，你科关税科谁啊？你跟你没有贸易国家，你都已经卡那么高，大家都不卖，你都自己制造了，谁你关税才谁还 care？所以你没有想到短中长期的问题，因此我觉得他就是老金坏以后，他的 vision 狂妄自信，但的 vision 不够大、不够高，看得不够远 ，foresight 也不够，就不够远，因此造成他，我感觉了，川普很能做生意，很能谈判，很能用他那种威胁的角度去霸主、去逼人。可是他屡屡失败哦，他的魄力直大的，在32岁哦，可以去搞出那个准将
饭店就在深秋10里旁边把它盖起来哦，就是那个我很熟的一带，我是New Yorker啦，我是纽约导游。然后最后呢，他在42岁去买下当时他最崇拜的雷根总统，当时在1985年9月20号开的广场饭店，找美印日方让美国日本打趴那个饭店，他一看准了，2年后把它买下来。这种魄力的人，短4年后全部破产，包括大西洋等等的6大破产。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敢，但是比较短视，也比较没有远见吗？我觉得他打的都好像很有道理，不懂的人都觉得拍手很厉害。我告诉你，我觉得中长期美国被他打的 MAGA 是往下降，这越来越危险。好，这关税战最后恐怕美国是自己吃亏了。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观察。那其实现在在中美谈判当中，除了在打这个关税战之外，现在台湾是不是也沦为另外一颗重点的棋子了？因为当时在拜登政府的时候，美国打的态度都是比较模糊的仗。有关于台湾问题，他就是说不支持台独。但是根据现在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独家爆料，他说习近平在准备在接下来会举办的川习会上面会正式的明确逼川普要表态反对台独。现在就是在看了川普会不会拿台湾的安全来当作筹码，那换取大陆在经济金融上面的利益。大使有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说要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台湾的政策是如何的。也就是说，当然啦，这个外交的谈判通常都是可以怎么样，都是交换利益的。中国大陆可以提出来说，你今天川普，你用书面或者你口头，你说我是坚决反对台独。那过去美国只是不支持台独嘛，后来又有的时候说国务院把这个不支持台独的文字又拿下来，所以美国在这上面不断在做文章。那它有没有意义呢？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这样说的话，对于台湾岛内跟这个岛外的台独是一记重大的打击，会让他们的士气或者未来的规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的话，那中国大陆就会跟美国谈这个事情。而且呢，当然美国一定会提出你要我这样说的代价是什么，尤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他的特性，他很喜欢跟人家交易。那这些什么都可以交易的情况之下，这个棋当然可以交易。不过你回过头来就要问说，中国大陆还认为这样做到底意义大不大？对，如果美国说，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如此做的话，不会花太多的这些经贸利益，是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讲的话，它基本上走的是武力攻台的各手的准备。在中国大陆对于对台用兵的这个它的把握越强之下，那么它在外交上它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我觉得不会说你这个你因为外交你的武力的这个不到一个水平的话，你就需要外交。那你如果武力现在已经形成越来越不平衡，甚至压倒性优势的时候，那外交的价值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做，不过就变成就是说要付出多大代价，那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必须要看到的。好，一个是台湾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就是可能直接会不会掏空台湾，甚至是台积电，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正式的提出了，他说未来美国跟台湾的晶片我们会做5-5分，也就是说一半在美国生产，另外一半在台湾生产。现在在看是说台湾这一些包括了来自于台积电的这些高阶制程，会不会技术就被美国拿走了？那台湾的地理位置就会变得更为不重要了吗？美国现在的说法是因为以中国威胁论来做借口，逼台湾在经贸谈判中要做出更多的让步。干哥怎么看？那就是纯粹的政治考量啊，对不对？这根本跟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卢特尼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5-5分嘛 ，50-50 嘛，对不对？美国人常讲的，他就常挂在嘴巴上面，你一半我一半，这样才公平啊。问题台积电是我们台湾独有的产业，所以有专家说这个根本就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为什么？卢特尼克认为，你台湾要是有事的话，那我们全球95%的汽车和手机的晶片是你们台湾做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断货？全世界也跟着断货，全世界只要台湾一打喷嚏，大家都感冒，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不安全。对啊。来，分一半给我们美国人做，我们美国人做一半，你们留一半，
这样子世界才会更安全啊。其实这个就是政治语言嘛，这根本不是为了经济来考量。他说，台湾有95%的晶片，你们生产的95%已经快要到100%了，然后美国只有2%，剩下别的国家3%，这样怎么会公平合理呢？对，所以除了台积电你们要来这边设厂，你们要花2000亿美金设厂之外，我们还要再谈我们晶片的份额要怎么样做。其实我说句实在话，那就是等于把台湾护国神山唯一能够在世界上独占的武器跟鳌头都拿出来了。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卢特尼克，你不要想得太美妙，我不相信台积电会蠢到就把它的产能分了一半给你。我讲一句实在话，就算分一半给你，英特尔做得到吗？英特尔扛得起来吗？你们现在不是一直在扶持英特尔吗？在整个产业链的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大家也不要忘记，最近台湾要去制裁南非，我觉得真的是神经病。为什么？被美国蛊惑。你制裁南非，南非是稀有金属的出产国，你台湾要制裁我是不是？我先制裁你还差不多。为什么？又是被川普给蛊惑了。所以后来台湾马上讲了，还不到1天，赶快就收回来了。经济部马上就收回来。没有，我们再考虑好了，还可以谈。对，你跟川普已经学一个样了。你有什么本钱制裁人家？这个社会，这个国际还是要讲求公平竞争的。如果你都是听美国人的那一套的话，你现在台湾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条件跟人家谈了。那你现在如果说真的要去接受川普政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勒索，那种叫做什么？那个叫不是情绪勒索，叫实质勒索。总有一天台湾会被川普给玩完。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老百姓，而是这个政府应该要正视的问题。武器还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大问题，改天我们再来讨论。是，那聂老师，我们补充一下所谓的55分，这个对于台积电后续的影响。那这严重啦！这个卢特尼克这个55分是很糟啊，它是一个很恐怖的思维啊。请问一下，这个首先对美国来讲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达到的任务。美国缺人才、缺技术、缺基础建设，除了在 Intel 里面扎以外，除了软银拿21，那 NVIDIA 拿51，也要跟台积电这个还有机会。你55分怎么分？你怎么做？他要你，我问你是贡献5分，还是制造5分，还是你要是这个贡献制造5分，还是你收获5分？